没错，各位，我们又要走入深渊啦！莉莉丝在今年又推出了一款爆款的游戏，叫《塔塔冒险队》。那我不知道台湾那边已经可不可以玩了啦，但是在马来西亚这边广告其实打得挺凶的。你们可以看到这边下载的次数已经超过100万次了。虽然不知道这个100万次有多少人是下载了之后会持续玩很久啦，但是你们可以看到它上架的时间是在2026年5月16日，到现在就已经有100万了，而且它是休闲类应用创收最高排行第8，所以我来见识一下这个游戏到底好玩的地方在哪里。那么也是一样，这个游戏呢就是一个竖屏的游戏啊，然后里面就有一大堆有的没的，这个可以不用看不是很重要的东西。那这个游戏呢就有点类似像宝可梦这样子啊，我是感觉说好像有点抄袭的元素在的样子就是一个骗钱的游戏。因为我已经看到有一些主播就拍了一个影片说这个塔塔冒险队就是骗钱骗客的游戏。那在一开始的时候你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它的一些故事啦，我忘记把声音给开掉了，各位可以稍微听一下它的故事内容在讲什么东西。因为我在看它的 YouTube 宣传的一些广告呢，都是会放他自己专属的音乐出来。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哇，我们的车附近有很多僵尸之类的，他这里说大量的臭臭，什么是臭臭不知道。然后这个就是疯狂博士，他就会创造一些神奇的怪物出来，就你们可以理解成像是宝可梦的教授这样子啦，要去训练了。然后这个是我的狗狗电都狗，有自己专属的名字，那我们要点选，然后这个很明显就是一个宝可梦的形状吧，对不对？那现在我要把它拖动放在画面上，另外一个也是要拖动放在画面上，然后开始战斗。这个有点类似像塔防然后放之类的游戏啦，就是那种你玩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开始慢慢上瘾的那种游戏。所以我觉得它的元素里面呢应该是有包含抽卡类的，就是你必须要抽卡才可以召唤那些比较强的角色之类的。臭臭即将逃跑，追击还有额外奖励啊，还要追上去复仇。来吧，我们要追击，它就一个一个关卡慢慢去打，还可以往前移动它就有说移动的那个范围有多远这样子。那我那个鸟放在这么后面，它要怎么攻击呢？它可以远距离攻击它攻击范围还挺远的，所以相信之后那个格子呢不会只有一条线这样子而已，应该范围会更大。然后刚刚战斗的部分呢，我们可以让它自行挂机，挂机之后它就会自己去打，就有点类似像远征这样子，你不需要去照顾的。然后你要去开发自己的地图，要扩展你自己的领土这样子。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它加速的部分呢，不需要你看广告才可以加速，或者是买礼包才可以加速。因为我玩了很多这种类似塔防的游戏，要加速到很多倍率的时候都是要花钱去解锁的，所以暂时看下来这边还可以接受啦，还算是比较 OK 一点的。哎呀，我的宠物死掉啦，打到第6关，但是它是有要求我说提升到第10关啦。那一开始多数人应该都是会选择去升级啊，然后浪费了自己的抽卡次数之类的。他抽到这个是什么东西来的？长按连续发射弹珠获得更加多的糖果所以刚刚掉下来那个是糖果来的，所以我要长按，可是这样子感觉会比较浪费啊，拿了这么多的糖果，然后就可以召唤出猛角兽。它应该也是有一些图鉴之类的，可以看到我们拿到什么角色，然后它是属于输出型的角色，而且还可以加载看一下它的攻击方式是怎么样的，就是它可以远距离去攻击，然后后面可以看到它还有进化的，但是进化这些东西呢要等到后续才可以解锁。至于它进化的条件呢，暂时还不知道啦，因为像这里它也是没有写出来，所以我自己也不清楚，可能要玩到比较后期的时候才知道啦。那可是大家都知道，当有一个进化的元素在的时候，就意味着可能你需要抽到同样的卡牌之类的，才可以让你的角色提升的等级高一点，或者是突破进化之类的。所以相信在这一点上面应该也是要花不少钱。那这个就是它的图鉴呢，你们可以看到有这么多的角色，相信应该也是有分等级吧，因为你们可以看到我刚刚偷到的那个独角兽它是紫色的，所以相信应该是有蓝色、绿色、紫色、金色之类的。那还有徽章，徽章这个就不确定是什么东西，但是也是可以看到有点类似像宝可梦的元素，有分成水、火、叶子、土、电。刚刚我那只狗就是属于电的，这个是属于叶子，这个也是属于电的攻击方式。不过我觉得如果你是比较喜欢宝可梦的那种玩家的话，应该会
比较喜欢这种游戏元素吧。那我们刚刚把独角兽放进来之后，有没有变得比较强一点呢？能不能够打过这些关卡？刚刚到了后面这个阶段的时候，就差不多快要死掉了哦，已经胜利了。所以有召唤一些新的角色，还是有一定的强度啦。但是以我是过来人来讲呢，多数莉莉丝的游戏啊，万国觉醒什么之类的，你都是要把这些抽卡的次数留到后期，一些比较强的角色出现之后才花会比较好，比较值得。但是可以说暂时我看到这个游戏的界面呢是比较整齐一点，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暂时还没有解锁到太多东西，所以看起来就没有这么乱。试试看它的新发明塔塔捕捉装置哦，那其实我们可以从这里稍微的看一下，诶，之后会有一些什么新的角色之类的。因为我是觉得说这个变色龙嘛，感觉会比较强一点呢，它是紫色的，而且它等级会比较高一点。然后我们要怎么去玩呢？要点击按钮就可以抓着下面的塔塔。OK， 我们点击来看一下啊，这个就是看我们那个球可以砸到多少次。其实我应该等到这个出现的时候才来砸会比较合适。诶，我拿到了 ，OK， 这样还算是不错啦，运气不算太差。这样我拿到了吗？这样我就可以直接退出了吗？但是这边没有任何退出的按钮，感觉他还想要我继续。那上面还有球啊，所以我们要看准时机，把这个给丢下来，然后砸中它，就可以拿到所有的角色了。但是它并不是每个角色都这么强啊，我是感觉这个会强一点啊。它是火系列的，可以顺便看一下它的攻击方式。它攻击方式就是喷出火球啊，不过我感觉它进化应该会比较强一点点。那剩下的角色全部都是蓝色的了。那可以看到，就是刚刚我抽到一样的角色之后，这里才出现了一个升级的按钮给我，我才可以把它升星星，并不是进化啊，各位要看清楚，它只是星星而已。进化图鉴这里就有说到，我还差一颗星星就可以进化，所以根据这样子的情况来讲呢，一般蓝色进化的速度应该会比起紫色还要来得更快一点啦。那我们看一下紫色的好了，如果它要进化的话，必须要有3星。那相信3星之后呢，可能它就会翻倍啦，可能你要拿到6星或者是8星的时候才可以变成红色。如果要变成这个彩色的话，可能要用到更加多的星星之类的。所以他这边要玩下来呢，应该也是要花不少钱了。因为对我而言，抽卡的这些游戏呢，就是一个无底洞啦。除非你是自己玩而已，并不用说你跟其他人要联机玩的话，这样子其实还可以。不过可以看到，刚刚我那个狗狗进化之后，它就变紫色了，就是变得比较强一点了。所以我们回去要看一下刚刚那个图鉴。那么这边是可以看到，狗狗进化呢，它只能进化到第2个等级而已，所以还是有分别的啦。如果你是一开始就是紫色的角色呢，你就可以进化到4次，最终是这个彩色的阶段哦。也是可以顺便看一下它的攻击变得强很多了，它是直接发出雷射这样子去攻击，但是敌方还是会打到它啦。打到它的时候掉血就没有这么快啊，比较起它还没有进化之前。所以它这个弹珠台除了去抽角色之外呢，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提升你自己本身的基础。诶，我们来到了第10关，好大的臭臭，这个体型太夸张了吧。首领臭臭比普通的臭臭更加聪明更强大，别用蛮力找到它的弱点，把它大卸8块给我拿来做实验。OK， 来我们来挑战一下哦。所以现在就变成有3格了，你要怎么去编排？但其实这边其实也可以看到了，就是哪一些是远距离，哪一些是近距离的。可能你可以把远距离的放后面一点，像狗狗的话它是近距离的，然后独角兽跟这个蜥蜴它们是属于远距离的。然后你也可以看一下敌人他的布阵是怎么样的，去摆一下那个位置。这样我就把所有的角色都放上来。近战的话，这个就放前面，然后这边再加多一个远程给他。OK， 可以开始战斗了，有点类似像我们在玩峡谷的时候要编排它的那个位置之类的。我是觉得蛮有趣的，看我能不能打得过吧。因为我现在还算是比较早期啊，因为有不少的玩家可能会觉得说，我早期打不赢，所以我就要花钱去氪金，然后抽到更加多更强的角色这样子。我现在暂时还没有看到有一些氪金的界面出来，所以就这个阶段呢，就属于那种早期给你们玩到爽先啊，你们开始上手会玩了之后，它就开始跳出氪金界面。我刚讲完这里就跳出来了，所以它这边弹珠呢，就是属于给你去玩那个弹珠台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弹珠去抽角色，然后你充值了之后还可以拿到一些糖果，糖果是拿来提升你自己的营地等级，然后有机会可以获得稀有的塔塔，还有头像框，还有送一个小岩溪之类的。那个骗钱的部分来了。
又可以获得其他东西。这个广告有看到哦，活果蛙哦，这个是青蛙的，我看起来好像狐狸这样子。那我们回去一下主界面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氪金的画面可以给我们看，因为这边现在暂时是看不到的，感觉他把氪金的界面藏得挺隐秘的，就是你要来到弹珠台这边才可以看到。所以这边也有首充，然后有月卡，月卡这边呢买了之后你就可以每一天获得弹珠，然后这个弹珠你就可以去弹珠台那边，当然还有7天的啊这个是日常操作了啦，你玩过莉莉丝他们的游戏就知道了哦。这些礼包都不便宜哦，有免费的，有免费的可以领取，但这种是属于比较休闲类的游戏啦，就是看你自己想不想要认真去玩了。如果你想要打的比较后期的关卡，更加强的角色的时候，你肯定是要花钱了的。 OK， 暂时是这样子啦，关于这个游戏的介绍。至于各位在看了今天这个影片之后觉得怎么样呢？觉得这个莉莉丝推出的小游戏怎么样呢？当然我这个只是表面上看这个游戏的玩法而已啦，我没有很深入的去玩那个游戏。但是如果你已经玩了这个游戏一段时间的话，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你玩了这个游戏之后有什么感想之类的，有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也可以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